距离 iPhone 17发布不到2周，全球果粉正期待新机亮相。但在中国，这场科技盛宴背后却是一场劳工大潮。郑州富士康的招工现场人头攒动，短短几天就有20万人涌入，大巴车一趟接一趟把临时工送进厂区。可热潮刚起来，工价却立刻跳水，一天之内时薪从26.5元掉到23元以下。返废工收入也比去年缩水，这究竟是旺季红利还是短暂回光？与此同时，湖南衡阳富士康分厂却突然宣布整体关停，3万名工人面临被清退或外派的命运。一边是郑州、深圳的招工潮，一边是衡阳的关停潮。富士康还能拯救地方经济吗？还是中国制造业正在进入新的断层？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8、9月，富士康的招募热火朝天，距离 iPhone 17系列正式发表还有不到2周，整个苹果供应链已如上紧发条的机器运转起来。富士康招募的消息让大批求职者蜂拥而至。在深圳与郑州2大富士康生产基地，8月底已进入年度招工高潮的尾声，但依旧人潮涌动。来看看郑州富士康的招募场景。深圳龙华园区的大门外，大巴车来回穿梭，应聘者排队等待进场，而大多数都是通过中介介绍而来的小时工。一名20出头来招聘的女孩说，从观澜那边刚过来，听说龙华工价高点儿。尽管她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但依然坚定地站在队伍中，不愿错过机会。根据中介透露，今年深圳龙华园区的时薪在8月达到28元，但随即在9月与10月降为26元，月收入约为人民币6000多元。这个数字对某些来自3线城市或农村的劳工来说仍具有吸引力。郑州方面情况就更显激烈。京港区一地，据员工透露，今年招工高峰期间约有20万人涌入，而在8月29号达到顶峰后，隔天起薪资大幅下降，高薪时薪、工时薪由26.5元降至23元以下，返废工3个月总收入也从去年的2.25万缩减至2.2万以内。在这种模式下，员工多数为临时用工，不具备正式员工编制，也难以享有社保与福利。企业通过压缩人力成本来应对产能周期波动，而风险则转嫁给了底层劳动者。表面上看，工厂大门外人头攒动，似乎是一片繁荣，但这热闹背后是中国就业市场长期积压的结构性问题。来自安阳的李强，在被汽车零件布厂裁员后，便辗转多地求职，送过外卖，做过直播，也在建筑工地搬过砖。这次来富士康，是他想抓住旺季赚一波的尝试。他说，干3个月，工资加上返费能过年了。而来自衡阳的刘梅则是另一个故事。他原本在湖南衡阳富士康旗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公司工作，任职机器操作员已有6年，却在8月底接到了厂区将于9月底关停的通知。鸿富锦对员工做如下安置：2选1，其一，按员工意愿优先安排调动到集团内武汉、深圳、惠州等厂区工作；其二，若员工无调动意愿，公司将依照实际生产状况分批终止劳动合同，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刘梅表示，公司说可以远调去深圳或武汉，但我小孩还在上学，怎么走得开？他一边说，一边翻着手机里保存的离职通知和补偿条件。补偿是有，但以后怎么办？湖南衡阳这家富士康工厂成立于2012年，最高峰时期年产值突破200亿人民币，吸纳员工3万人，却在这个秋季面临关门。一家中部重镇的外资制造工厂突然撤出，对当地就业市场是一次沉重打击。这进一步凸显了产业链转移对中国劳动者带来的直接冲击。随着苹果新品9月10号发表日临近，深圳华强北市场早已提前预热，iPhone 17尚未正式亮相，
手机壳却早已上架贩售。从这些周边产品的快速反应可以看出，苹果新品的每一次升级牵动着整个供应链高速运转。不过，在市场景气与外部政策压力之下，这条产业链的稳定性正受到考验。富士康印度厂区近期再次召回约300名中国工程师。据报道，召回原因可能包括当地基础设施不足、技术工人配合效率不高等问题。这意味着富士康仍对中国本土人才有依赖，但这样的依赖是否可以持续呢？与此同时，衡阳工厂的关停也揭示了另一面，中国中部地区制造优势的逐渐式微。经济学者王先生指出，富士康衡阳厂关闭的核心原因是整个电子消费市场的饱和与苹果供应链的地理重构。他表示，过去中国的成本优势在缩水，而东南亚国家积极推进优惠政策，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项。这一转变对富士康而言或许是战略调整，但对普通工人而言却是一次次命运的重构与失控。一位年轻的富士康女工说，我们只是备胎，活干完就被请走。她去过郑州、昆山、成都多个厂区打工，熟悉各地的宿舍规格和食堂饭菜。最多的时候，一个宿舍12个人，吃饭得排队半个小时。这些临时工大多通过中介招募，有时甚至还得缴入职服务费。他回忆，曾经因为业绩不达标被提前遣返，饭费没领到。这种缺乏保障、权责不清的用工模式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常态。虽然短期内能降低企业风险与人才成本，但从长远看，将削弱整个产业的劳动力稳定性和技术积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讲师王先生认为，中国在制造业人才保护制度上的设计仍有巨大空白。他指出，劳动法对临时用工缺乏实质规范，导致这类劳动者难以获得合理保障。邵阳一位维权人士徐先生指出，大陆外资企业曾为数百万个家庭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当局近年来大力扶持国企，同时对外企与民企施压，成为导致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这里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都很高，再加上全球产业链转移，许多外资工厂选择迁离大陆，失业工人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富士康深圳和郑州厂区的这一波火热招募，也许不只是苹果新品效应的短暂回光，而是一场地方经济能否借机回暖的一场考验。富士康曾是河南郑州的经济命脉，一度贡献全市80%的 GDP， 其出口贸易常年占据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它直接或间接创造了超过100万的就业机会，涵盖从手机组装工人、零部件制造商到配套服务、物流、餐饮、交通运输等全产业链。这些岗位背后是上百万个依赖稳定收入的家庭。当年富士康的进驻为郑州带来了产业升级与城市能级的提升，消费电子产业链逐渐在此聚集，物流与交通配套迅速建设，不仅撬动了区域经济，也提升了郑州在中部城市中的地位。然而，自从疫情爆发后，富士康郑州厂爆发食物供应危机，大批员工徒步穿越高速公路返乡的封城事件，当时成为全网热议焦点。这一黑历史成了 iPhone 城形象的转折点，也让富士康开始加速产能外迁到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地。如今，印度预计今年将生产2500万至3000万部 iPhone 手机，是去年的2倍以上。富士康已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特兰甘纳邦与北方邦布局工厂。鸿海更表示，未来将加码电动车、数位健康等业务，把价值链重心转往海外。换句话说，富士康可以离开郑州，但郑州是否还能依赖富士康呢？从富士康这一轮火爆招工来看，短期内富士康仍可能为郑州、深圳提供重要的就业支持。但若无新的产业承接、政策配套和结构转型，这种临时回暖是否能成为长期依靠，
地方经济是否能借此机会开始有所起色，这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朋友，您怎么看呢？富士康这次启动的是赶产苹果新品的临时措施，还是中国地方经济回暖的按钮？欢迎留言告诉我您的看法。苹果新品的每一次发布都像是一场科技界的盛宴，但这场盛宴的灯光背后却是一张张工人面孔在熬夜加班，是一双双粗糙的手拼装出高科技产品的每一个零件。从深圳到郑州，从衡阳到印度，中国劳工正经历一场和现代科技挂钩的命运变换。技术在进步，工人的不安却没有消除。真正的就业改善不是仅靠一时的旺季招工，而是从制度保障、产业结构升级和职业教育多元化等方面入手。愿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再谈中国制造时，不再只是谈效率和订单，而是也考虑到人的价值与尊严。在 iPhone 时期的光影中，藏着一条真实且沉重的供应链。它不只是手机的诞生轨迹，更是一群群普通人生活的微缩史诗。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